从荒原继续往北，一个被群山环绕的城市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就是我们穿越美墨边境前的最后一站蒙特雷。我们把房车停在了一个国家公园，并在这里体验了丰富的户外活动。好啦，大家好，我们是环游拉美的小弟和小潘。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蒙特雷了，距离边境就只有300公里了哟。蒙特雷呢，它是墨西哥第3大城市，同时也是最富裕的一个城市。听说呢，它整个城市都非常的现代化，跟我们之前去过的墨西哥别的城市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很好奇，这样的市中心会是什么样的？快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已经来到蒙特雷的市区啦，现在我们在这里最大的一个购物商场的顶楼。这个城市真的非常的现代化。我们之前去过很多墨西哥城市，包括墨西哥第2大的城市瓜达拉哈拉，但是这些城市给我的感觉呢，更多的是比较有历史感。但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的现代，更加的新。而且这里的英语普及率特别高，我们遇到的人基本上都可以说英文，所以可想而知这里的教育程度，然后也是在墨西哥比较好。蒙特雷除了拥有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呢，让我们更惊喜的是它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墨西哥最大的自然公园，四周全部都是群山环绕，有非常多的户外爱好者来到这里。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住了1个星期，其中呢有2次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户外体验。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体验了攀岩，而且是户外攀岩，因为我们住的这个营地的主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攀岩者，听说是墨西哥攀岩界的某个传奇。对，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2个人都去体验了一次攀岩。我还挺紧张的，你不紧张吗？对，有点紧张。因为我有恐高症嘛，我好担心啊，我好害怕哦。越往上越来越难了。Oh, it's nice. Like it? Yeah. Oh, thank you. Thank you. 我说其实这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因为当你爬的时候，你不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你更多专注在爬的过程以及往上的那个目标，你不会想着往下看，你就不会感觉那个高度的恐惧，你就会想完成它。第2次呢，是我们某天晚上出去玩，然后回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搭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做黄宝龙的对墨西哥年轻人。对，怎么说呢？他名字比较像中国人，但他是一个墨西哥对比较美国化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就是认识他那天晚上呢，他就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然后吃了他亲自为我亲手做的一个汉堡。对，然后过了几天呢，他又邀请我们跟他们的朋友们一起在这个国家公园的另一侧的另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山里面进行了一次徒步。然后这一次徒步我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是跟一群大学生一起，年轻的力量们一起。1、2、3、4。我这里还有一个7个人坐一辆车。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有激情，有活力。我觉得蒙特雷的自然环境真的还挺让我吃惊的，因为就没有想到这边这么多山。这个地方的风景就是跟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对，我们住的地方可能更多是一些陡峭的岩石，是适合攀岩的。对，但这边的话，其实就跟我们中国的一些山很像，它其实长满了各种树木，然后很适合就是徒步，而且会给我一种我们真的在当地居住的感觉，就认识的都是在这边交换和学习的人，还有本地的朋友。而且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跟这么年轻的墨西哥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因为我们之前的朋友可能年纪都偏大。然后这次真的就是22、23岁，对，还在上大学的大学生。说实话呢，就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蒙特雷的，因为蒙特雷它的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现代化，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会让我想起中国的那些大城市。我们在这边遇到了很多的本地人，他们都会很喜欢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进行各种户外运动，可能每周甚至是每天可能都会进行他们这种爱好，所以我就会觉得在这种城市生活就是又方便，然后又还挺好玩的。然后
后这是我第一次住在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所以就觉得，真的每天都能量满满的感觉。然后很感谢我们房车，因为就是因为有房车旅行，所以才会来到这个地方，探索这样一个很新、很有意思的一个城市。所以也非常期待我们未来的一些旅程呢。然后马上就要过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继续看我们的视频哦。